咱们养花最大的难题，就是浇水的问题。分享一下我9年的养花经验，那么总结出来大概的一个浇水频率啊，帮助你更好的去判断浇水，把花养活。那么视频主要分3点啊。根据土壤、根据叶片表现、根据植物到家时长啊进行浇水。视频比较长啊，你可以先收藏，有时间慢慢看。那么根据土壤的干湿判断浇水，你要记住重点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属于咱们提前给植物进行补水。你要了解本质啊，你跟我学浇水啊，室内养花，记住了，我讲的是室内阳台养花啊，必须按照我的方法进行什么？浅埋浅种。什么是浅埋浅种？就你随便拿一盆花举例子啊，室内养花，那么咱们种植的时候，盆面可以稍微露出来一点根儿啊，完全没有问题。排水透气性不好的这种花盆啊，底部尽量去垫陶粒儿、垫泡沫、垫石头子儿啊，保证这个底部能够更好的淋水，盆土不积水，这个叫做浅埋浅种。你跟我学必须得有这个前提条件，咱们误差降到最低，才能很好的跟我学会浇水。咱们这个浅埋浅种以后啊，咱们根据土的干湿，其实正经的是判断什么根系周边土壤的干湿，并不是说这个土要干到多少，是这个根儿周边的土干了多少。根系露表面，那么盆面的土干了，根系周边的土开始变干。那很多人在纠结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土干到什么程度啊？你最好给我一个标准值啊，土干到什么程度？干几厘米咱们浇水？根据土判断浇湿，第二个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什么？土的透气程度。土板结浇不进去水，是吧？土质过细，你花盆的排水性不好，底部积水，这些前提条件你要满足啊，不能板结，是吧？不能积水。你不满足这些，你可能给花浇一次透水，根儿沤里了啊，温度一高，盆土温度上升，根儿闷了啊，烂了。根据土浇水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什么？玩土啊，养鱼玩水，养花就是玩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种沙沙或土的这个种花成活率比较高啊？为什么这么去配置啊？为什么加珍珠岩火柴丝树皮加泥炭？就是我土玩的明白，什么叫做干啊？它不是整个你花盆土里边都干了啊，整个花盆10厘米一部分干，它就已经很干了。比如说这个文竹啊，上层土干了1/3，它就有危机感，下边这根干啥？往更湿的方向去生长，去找水，这个也叫做什么？叫做湿长根儿啊，是下半部分湿去长根儿。如果你的水颗粒大一些啊，排水好一些，那么咱们简单的查一下植物它是吸水还是不吸水啊？吸水植物盆面微潮啊，摸着衣服甩干那个湿度，是吧？咱们给它浇水就 OK 了啊！不要考虑说我水浇多了怎么办？你配土把排水做到极致了，就要什么？大胆的去补水，因为你在浅埋浅种的情况下，根系周边土干了，土比较透气，要多多的去补水，这样植物根系能喘气儿，又能吸收到水分，它是夸就是生长的。那么咱们稍微耐旱一点的这些植物啊，土壤干个半指左右，咱们浇水就 OK 了，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点，根据叶片表现，咱们去判断浇水。咱们怎么看叶片啊？给你一个大概的规律，是吧？叶片软的，叶片薄的，缺水会怎么？底部叶片均匀黄，叶片小的，叶片硬的，缺水的时候是什么？底部叶片掉落。那么顶芽和花苞萎蔫是什么？缺水的表现啊！整个一棵植物啊，中上部叶片、枝干和叶片它的角度大面积大于90度的时候，证明什么？咱们浇水频率不够啊，也是缺水的表现。咱们根据叶片表现去判断浇水，掌握大概的这个4个方向啊，帮助你去判断植物缺水啊。那么等植物叶片出现表现的时候，咱们浇水时候是什么？是晚了啊，已经告诉你，你这个浇水频率已经晚了啊，你后期要什么？提前浇水，那么植物后期才不会出现缺水的这些问题啊，叶片
叶片的生长什么良好。那么第3点就是根据植物到家和换盆时间进行浇水。这个给你们解释一下啊，植物刚到家这个根儿是从别人家长的啊，别人家长的这个根儿不属于你啊。植物到家以后，前期洗水植物要赶浇水啊，稍微勤点浇水，包括换盆也一样啊。换盆动根以后，这个老根是什么？不怎么吸水啊，需要靠土壤当中的一个强大的湿度维持它现有叶片的一个什么增藤消耗，植物它不容易掉叶，不容易黄叶，不容易掉花苞。那植物到你家，它得长出来新根儿啊，它得长根儿以后，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不管你是新买到家的还是换盆的，它长根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15到30天，是吧？为什么有30天的啊？那么不排除有些花乱用东西，植物特别不爱长根的。植物长出来根儿以后，然后咱们可以根据什么？根据土壤判断浇水，是吧？根据叶片判断浇水，是不是就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循环。那么另外多说一句啊，植物花期的一个需水量要大于长叶期间的一个需水量，这个就是一个小知识点。花期的一个需水程度要大于叶期啊，所以花期开花爆花的时候，咱们要干什么？适当的调整浇水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多少啊？我整个后边这个乱七八糟的黑板，那么就是我纯经验的一个总结，表达能力就这样啊，我尽力了，尽力去讲清楚了啊。咱们看不明白的，你可以多看2遍，然后根据我教你的这个经验，咱们干什么？去拿你家花观察，然后慢慢的这个浇水你肯定能学会，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啊，捅破了就欧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